上次拍了一个微控制器的概略，那之前提到了他们传输讯息到各种应用。实际上，在微控制器的发展中，不是单纯的一条线从这里传到那里，因为简易程度、成本到效率而发展出各种不同的传输协议。一样，我不会太深入的解释，但以尽量浅显易懂的方法去说明它们的原理。欢迎来到 Angel 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聊聊微控制器中的传输协议。微控制器常见的传输协议有很多，具体使用哪种协议取决于应用需求和硬体资源。今天会讨论几个微控制器传输协议 UART、SPIDE、I2C、CAN、LIN。 这些协议中的每一个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应用领域。微控制器的选择通常取决于项目需求和所需的通信协议。当然还有很多别的，但这次就局限在这5个。UART 是一种通用的串列通信方式，通常用于微控制器和其他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这也是最简易的一种传输方式，但随着时间慢慢进步， SPIDE 和 I2C 慢慢取代了它。在电脑外的连接也有了 USB 和 Ethernet， 但它依旧很重要，用于比较低速、低吞吐量的应用。以下是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解释 UART 的原理。想象你正在手写一封信，你需要将这封信发送给你的朋友，但你们两人无法面对面交谈，这就是 UART 的工作原理的一个比喻。起始位，首先你需要决定何时开始写信，这就像在 UART 通信中的一个起始位。你决定好开始写信，然后进行下一步，字母和数字。接下来你开始写你的信件内容，包括字母、数字和标点符号。在 UART 通信中，这些字母和数字就是要传输的数据。停止位，当你完成信件内容后，你需要告诉你的朋友信件已经结束，这就像 UART 通信中的停止位。停止位告诉接收端数据已经完整接收。速度，在通信中你还需要确定你写信的速度及你的笔数。UART 通信中也有一个叫做波特率的设定，它确定了每秒传输的位元数。比如，如果波特率设定为9600，就表示每秒传输9600个位元。总结起来， UART 就像你写一封信，其中包括起始位告诉接收方信件开始，然后是数据，最后是停止位告诉接收方信件结束了。通过确定好波特率，发送方和接收方可以在一个协定下准确地进行数据通信，就像你的朋友能够理解你的信一样。UART 通常用于微控制器和其他设备之间的简单可靠的串列通信。接下来让我来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解释 SPIDE 的工作原理。想象你有一个控制中心，你需要与3个工人进行通信，并要求他们执行特定的任务。SPIDE 就像这样的一种通信方式，它用于微控制器和其他外部器件之间的数据传输。以下是 SPIDE 的基本原理。主控制器，你就是这个控制中心，也就是 SPIDE 的主控制器，你负责发送指令和接收回应。工人，这些工人是你的目标设备，例如感测器、显示屏或记忆体芯片，他们是 SPIDE 的从属设备，接受你的指令并回应。通信线，你和每个工人之间有3条通信线。Serial clock， 这是一个时钟信号，它定义了数据传输的节奏。当时钟信号进行节拍时，数据会被同步传输。MOSI， 这是主控制器向从属设备发送数据的线路。MISO， 这是从属设备向主控制器回应数据的线路。选择线，为了告诉特定的工人你现在想与他通信，你会使用一条额外的选择线。当你选择一个工人时，你会将选择线拉低，让他知道你要和他通信。数据传输，通信开始时，你向选定的工人拉低选择线，
然后在 serial clock 的节奏下，将数据通过 MOSI 线发送给工人。工人接收到数据后，可以执行相应的操作，然后将回应数据通过 MISO 线发送回给你。总结来说 ，SPI 是一种同步的串列通信协议，它使用主控制器和从属设备之间的多条通信线来实现高速可靠的数据传输。通过选择线，你可以选择与哪个工人进行通信，并在时钟信号的节奏下进行数据交换。这使得 SPI 非常适合连接各种外部设备，例如传感器、显示屏和存储器芯片。现在我来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解释 I2C 的工作原理。想象你正在一个小组会议中，这个会议有多个成员，每个成员都可以进行交谈。I2C 就像这样的一种通信方式，它用于微控制器和多个外部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以下是 I2C 的基本原理。主机，你就是这个小组会议的主持人，也就是 I2C 的主机。你负责协调通信、发送指令并接收回应。会议成员，其他与你参加会议的人是外部设备，例如感测器、显示屏、EEPROM 芯片。它们是 I2C 的从属设备，可以接受你的指令并回应。通信线，你和每个成员之间有2条通信线。SDA 这是数据线，用于传输二进制数据。SCL 这是时钟线，它定义了数据传输的节奏、开始和停止条件。通信开始时，你发送一个开始条件，告诉所有成员会议开始了。通信结束时，你发送一个停止条件，告诉所有成员会议结束。地址，每个成员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你在发送指令时，使用这个地址来指定要与哪个成员通信。只有具有匹配地址的成员才会回应。数据传输，通信过程中，你可以向特定的成员发送数据，也可以从成员接收数据。通过 SCL 的节奏，数据可以同步的传输。总结来说 ，I2C 是一种多主机、多从属设备的串列通信协议。通过2条通信线，主机可以控制多个从属设备的数据传输。通过地址，你可以选择与哪个成员进行通信。I2C 通常用于连接多个外部设备，实现数据收集、控制和配置等应用。再来，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解释 CAN 的工作原理。想象你正在一个繁忙的办公室，有多个同事需要在不同的工作领域进行即时通信。CAN 就像这样的一种通信方式。它用于汽车和工业应用等场景，允许多个设备进行高速可靠的通信。以下是 CAN 的基本原理。办公室，这是整个通信环境，所有设备都在这个办公室中工作。在 CAN 中，这个办公室被称为 CAN 网络。同事，这些是在办公室中工作的人，也就是 CAN 中的节点。节点可以是各种设备，如引擎控制模块、传感器、显示器等，每个节点都有自己的工作。通信线，在办公室中，每个同事都可以通过公用的对讲机来发送和接收信息。在 CAN 中，这个对讲机就是通信线。信息，同事们可以使用对讲机来发送消息给其他同事。在 CAN 中，这些消息被称为 CAN 消息。它们包含了各种有关工作的信息，如传感器数据、控制指令等。仲裁，当多个同事同时尝试发送消息时，办公室中的人们需要用一种方式来确定谁可以优先发言。在 CAN 中有一个仲裁机制，允许最高优先级的消息首先被传输，这样可以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和实时性。那因为 CAN 可能复杂一点，所以我用技术一点的方法再解释一下。CAN 协定的操作原理可以简化为以下几个关键面向。信息发送，在 CAN 网络中，任何一个设备都可以发送消息。当设备需要传送消息时，它首先将讯息封装成 CAN 讯息，包括讯息的识别码、资料以及错误检查码。
信息的 IE 用于唯一标示讯息并确定讯息的优先顺序。讯息传输 CAN 讯息透过 CAN 总线传输。CAN 总线是一条实体电缆，连接了所有的 CAN 设备。CAN 使用差分讯号传输，这意味着它同时传输一个信号上的正值和负值，以提高抗杂讯能力。所有设备都可以在总线上监听讯息。仲裁，当多个装置尝试传送讯息时， CAN 使用一种仲裁机制来决定哪个讯息可以传输，这是透过比较信息的 ID 来完成。ID 中具有较低数字的信息优先顺序较高，因此具有较低 ID 的讯息将获得汇流排存取权。讯息接收，接收装置在总线上监听传送的讯息，一旦它检测到一个讯息，它会比较讯息的 ID 和接收设备的 ID， 如果它们匹配，设备将接收讯息并处理其中的资料。错误检查， CAN 协定内建了错误检查机制，以确保传输的讯息的可靠性。接收设备会检查讯息的 CRC 码，以确保讯息在传输过程中没有错误。讯息确认，一旦讯息成功接收，接收设备将发送讯息确认，通知发送设备讯息已成功接收。如果发收设备没有收到确认，它可能会重新发送讯息。帧格式， CAN 讯息的格式可以分为标准帧和扩充帧。标准帧使用11位元 ID， 而扩充帧使用29位元 ID。这些帧格式规定了讯息的标示和资料的格式。时间触发通讯 ，CAN 通讯是事件驱动的，这表示设备只在需要传输资料时才会发送讯息，而不是周期性的发送。这有助于减少总线上的冲突和降低能源消耗。总结来说， CAN 是一种多节点的串列通信协议，通过插动信号线在不同设备之间进行高速通信。它特别适用于需要实时性和高可靠性的应用，如汽车的控制系统、工业自动化和机器控制。CAN 协议的仲裁机制确保了在繁忙的通信环境中有效的协调数据传输。这个就直接一点，想象你有一辆汽车，这辆车里有不同的电子设备，比如引擎控制器、空调控制器和音响系统。这些设备需要互相通信，以确保车辆正常运行。LIN 就像是这辆汽车内的一种小型对讲机系统，它允许这些不同的电子设备之间进行简单的对话，就像你在一个小团队的聚会上互相交谈一样。以下是 LIN 的基本原理。电子设备，每个设备就像聚会中的一个成员，它们有各自的功能，比如引擎控制、空调控制、音乐播放等。通信线，在聚会中大家需要一个通信渠道，比如说话和倾听。在 LIN 中，这个通信渠道就是通信线，它负责传输信息。通信规则，在聚会中大家有一些约定，比如轮流发言、回答问题等。在 LIN 中也有一套通信规则，它确保设备之间的信息交换有条不紊。主设备，在聚会中可能有一个主持人负责引导对话。在 LIN 中，主设备就像主持人，它是负责发送指令的设备。从属设备，其他成员回应主持人的指令并提供信息。在 LIN 中，其他设备是从属设备，他们接受主设备的指令并执行相应的操作。信息传输，在聚会中，成员们可以通过对话来分享信息。在 LIN 中，主设备向从属设备发送指令，从属设备回应并提供所需的信息。总结来说， LIN 就像汽车内部的一个小型对讲机系统，让不同的电子设备之间进行简单的对话，以确保汽车正确运行。这种通信协议通常用于汽车中，用于控制和监控各种系统，以确保车辆的性能和安全。随着技术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快，或成本越来越低的传输协议也会慢慢被创造出来。但今天讨论的这5个是最基础也最常见的方式。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如果你真的想知道这些协议更技术性的原理，也留言告诉我。
喜欢这类解说影片的，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